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周一8月17号，江泽民100岁冥诞，中共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大会，习近平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规格，中共历史上只给过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是第7个。为了给这场大会铺路，央视一套这几天黄金档连播了12集纪录片。习近平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给江泽民抬这么高的轿子？因为这一次习近平在北戴河并没有把局面扳回来，保守派元老集体不支持他。曾庆红在北戴河跑了10天，一家一家谈条件，越谈越僵。温家宝只回了一句话：要进秦城，大家一起进。这句话怎么来的？今天全讲清楚。军队这边问题越来越大。爆料说，习近平的命令发到8·1大楼执行不下去，因为现在军队各个位置上的现役将军都听已经退休很多年的老军头。这个从下面几个现象里也能看出来。张又侠、刘振立今年1月被宣布立案，可是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到现在还挂着。墙外自媒体爆料说，军队内部一直不同意把这2个人彻底办下去。老军头们对张、刘出问题极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地方系统严重干扰军队。再看今年8·1建军招待会，墙外爆料说，外地军头不来，刘源也没去，退休副战区以上老将集体不舒服。官方最后交代的参会范围就是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现役的不买账，退休的也不捧场。那么这些人都退了10年、20年，为什么今天说话还有这么大分量？因为军队这个地方山头比番号铁。直接看现在重新出现在牌桌上的几个人：刘源、李作成、范长龙、吴胜利。刘源2015年底退出军队领导岗位，范长龙2017年19大后退出中央军委，吴胜利也是2017年退出中央军委，李作成最晚2022年20大以后才退出军委和联参一线。到了2023年3月，公开的联参参谋长已经换成刘振立，有的退了10来年，有的才退4年。可张又侠、刘振立一出事，墙外自媒体爆料说，中共老军头马上就集体行动，和老部队、老下属打招呼，要求他们向胡锦涛效忠，统一听刘源号令。第一个很关键的人就是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他的军旅履历本身就很特殊，长期干的是政工和高级机关工作。墙外自媒体爆料说，张刘出事以后，一批退休将领开始通过刘源重新串联，把军队这张网重新接起来。再看李作成，这个人是解放军里少有的真正上过战场的将军。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是连长，带着8连血战26个昼夜，右臂被子弹打穿不下火线，全连歼敌194人，立集体1等功。他本人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后来他一路当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管的就是作战筹划、指挥控制、战备建设。从2017年前后一直干到2022年。你再看今天坐在位置上的现役将军，几乎找不出一个真上过战场的，一个战斗英雄出来打招呼和一个政工干部出来打招呼，在部队里的分量完全是2回事。墙外自媒体爆料说，李作成是张又侠的铁杆弟兄，协助刘源制定详细的军事计划。刘振立今年1月24日被宣布立案以后，联合参谋部公开画面里又出现一个很值得看的名字：祝传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陆军中将。6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建党105周年音乐会，以及7月1日的党庆大会，央视画面里都能看到他进入军队上将的座次。墙外自媒体爆料说，李作成就对祝传生说过，要么是出卖李作成，要么是跟随中共老军头一起倒向胡锦涛。再看范长龙，这个人的公开履历很硬。2004年到2012年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年进入中央军委当副主席。习近平军改以后，2016年1月16日0时，济南军区和另外6大军区一起停止行使指挥权。范长龙的下属现在中部战区、北部战区
东部战区都有。爆料说，张又侠、刘振立出事以后，范长龙利用自己几十年形成的军队老关系，帮助新上来的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言、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稳住下面的部队。再看吴胜利，长期就在海军干，从舰长、支队长、舰队领导一路上来。2006年8月出任海军司令员，2007年进入中央军委，直到2017年1月才卸任海军司令。在中国海军最高位置上做了10年多，按过去最简单的江派、胡派去切，这个人也不是一句胡锦涛的人就能说清楚的。可是墙外自媒体爆料说，吴胜利现在也开始找海军过去的老部下打招呼，别再往习近平这一边靠。江泽民时代进入高级将领序列的人，现在跟刘源、李作成、范长龙这些本来不是一条线的人，反而因为张又侠、刘振立这件事被逼到了一张桌子上。习近平过去10年费那么大力气拆掉的老军队关系网，现在正在自己重新接起来。老军头的电话打到现役部队，下一步就看5大战区，中部战区最敏感，因为北京就在眼前。1月29日，中部战区陆军刚刚给第82集团军某旅刘老庄连举行1等功颁授大会。刘老庄连这个名字有来历。1943年3月，江苏淮阴刘老庄新四军一个连82个人，为了掩护机关和老百姓转移，跟1000多日伪军打了一整天，全连82人全部战死。战后当地选了82个青年补进去，这个连从此就叫刘老庄连。那支新四军1941年重建军部的时候，政治委员是谁？刘少奇，刘源的父亲。再看日子，张又侠、刘振立1月24日被宣布立案，5天以后1月29日，守着北京的中部战区就给刘少奇老部队传下来的这个连开1等功颁授大会。平常年景，这就是一场例行表彰，可放在张刘刚被抓的第5天，这就是表态。习近平在前面抓人，中部战区在后面给老部队戴大红花，说白了，这是给刘家上香。到了7月下旬，第82集团军某旅又公开进行坦克分队实弹射击考核，也就是说，这支部队今年一直在正常高强度训练。墙外自媒体爆料里，刘源、保定、第82集团军这几个名字，从张刘出事以后就反复被放在一起，甚至传出过汪洋、刘源讨论过，一旦北京最后谈崩，82集团军进入北京控制局面。所以中部现在手里捏的是一张最坏预案，平时不动，真到了北京政治系统彻底谈不下去的时候，谁离得最近？中部战区。谁手里有82、83这些集团军？还是中部战区。而且前面我们刚刚讲过，范长龙过去济南军区留下来的河南这条老关系也进了今天的中部战区。所以中部这一块，老军头、新司令、集团军几条线全压在一起。再看西部战区，打法跟中部完全不一样，想的不是北京真出事我怎么办，而是在想北京别再动我的人。张又侠、刘振立过去在西部陆军这一带留下来的老关系太深，军委第1副主席能突然出事，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也能突然出事，那下面战区司令、集团军军长会怎么想？所以墙外爆料里，西部后来直接给北京划了一条线，张刘这件事必须给个交代，甚至提出年底以前必须解决，否则西部不排除进一步军事动作。北京也开始往成都派人，先传张生民去，后来又传王沪宁去。过去正常的关系是北京给成都下命令，现在墙外传出来的画面却成了北京的人一次一次往成都跑。再看东部战区，是习近平过去经营最深，后来他得也最狠的一块。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还有出自东部战区的苗华、何卫东，四中全会前夕彻底倒下。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原31军东部战区这一套军中关系被直接打穿了一层。2个月以后，杨志斌正式以东部战区司令员身份晋升上将。然后1个月以后，张刘出事，东部内部不断有人请战，进入军事行动状态。
那么战区就要真正调兵，掌握弹药、通信、下作战命令。所以东部那帮人真正要拿到手里的是从纸面军权变成实际军权，背后是什么目的？有人爆料说这是想要策划军事政变。再看北部战区，反而是现在最沉得住气的一家，北京上面吵成这样，他们那里演习，该出海出海。其实墙外爆料说北部战区是自成一体，该汇报就汇报，不想汇报就不汇报了。中央军委对他们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北部内部对张刘出事同样意见很大，只是现在他们表面上还是照常训练，牌按在桌上不翻开。最后看南部战区，6月30日又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战备警巡，南海该巡还巡，该练还练。墙外自媒体对南部的概括也很直接，中央这摊事你们自己解决，南部先把南边守住。所以现在5大战区摆出来是5家各有一把算盘，中部留着北京最坏预案，西部给北京划安全线，东部在抢实际行动权。北部有意见，但先把枪压住，南部继续守自己的南海。以前北京一条命令下来，5大战区问的是怎么执行，现在一条命令下来，5家先算的是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不要执行，执行到哪一步。总结下来就这么一句话，习近平和他的军队失联了，军队开始各算各的账。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就必须赶快拿出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结果。于是北戴河这边曾庆红开始跑了，一跑就是10天。您别忘了，这位老先生今年87的人了，10天里一家一家的谈的还全是要命的事儿。到了这个岁数还能这么熬，拼的说到底就是一副身子骨。咱们不用去海边跟谁谈条件，可这副身子骨照样是自己最实在的本钱。我一直在吃的是普瑞堂的玄宝黑参，9蒸9晒，前后大半个月才出一批，参性温和，不上火。新西兰有位做餐饮的朋友安妮，她的原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一到下午身体就电量不足，中午非得睡一觉不可，吃了1个礼拜黑参，午觉不睡，一直干到晚上下班回家都不觉得累。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玄宝黑参，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好，咱们接着说曾庆红这10天到底在谈什么。习近平下去，这一点曾庆红也不反对，他要谈的是习近平下去以后，习近平这一整套人马到底办到哪一级为止。这个事情得从今年1月张又侠、刘振立出事以后说起。墙外爆料说，张刘出事之后，曾庆红、贾庆林、张德江第一时间去找习近平，习近平不见，让人带话出来说张又侠、刘振立飞扬跋扈，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才被隔离审查。曾庆红接着问，到底哪一件事违反了军委程序？没有答案。3个人又去找蔡奇，蔡奇也不见。随后中办给出来的说法又变了，说是掌握了海外情报，张又侠涉嫌里通外国，泄露核心军事情报。再后来口径又变成张又侠、刘振立跟马兴瑞这条军工系统合伙搞巨额军费腐败，墙外自媒体的原始说法里甚至讲到几千亿元。曾庆红又去问2个人，一个是中纪委书记李希，一个是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爆料说2个人给他的答复都是张刘出事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尤其李希当时正在北京办马兴瑞的案子。如果张刘真是因为马兴瑞军工腐败案被抓，结果负责马兴瑞案的中纪委书记本人事先都不知道，这一下曾庆红更不信了。所以从张刘出事开始，曾庆红实际上已经跟习近平翻脸。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到北戴河，他不是来保习近平继续做下去，他是在替整个保守派谈一个退场条件。可麻烦在于
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听曾庆红谈条件？大家都说习近平这个人当年就是这几个老家伙一路推上来的。贾庆林这个人直到今年跟习近平切割的比曾庆红慢。墙外自媒体一直把贾庆林列成保守派里面最替习近平说话的一个，甚至在元老中间替习近平游说，说习近平方向没有错，只是事情做过头了。他还去给雄安站台，这是习近平亲自定下来的千年大计。然后今年7月15日，中纪委突然宣布，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复朝接受审查调查。墙外自媒体对这件事的解释非常直接，这是敲给贾庆林看的。为什么是敲给贾庆林看？看履历就明白。蔡复朝是北京日报记者出身，1998年升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进市委常委班子当宣传部长。他在北京官场往上走的这几年，北京市委书记正是贾庆林。蔡复朝退休这么多年，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这一下贾庆林就知道了，你替习近平继续跑，别人就开始翻你自己当年手底下的人。所以到了北戴河，贾庆林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单独出来替习近平到处活动的人了，基本就跟着曾庆红走。再看张德江，1978年到1980年，他就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留学，还担任过留学生党支部书记，是他的官方简历，自己写的。后来2011年张德江访问朝鲜，还专门回过金日成综合大学。所以墙外自媒体为什么这么喜欢把张德江和习近平后来的朝鲜话往一起接？根子就在这里。甚至说张德江过去向习近平介绍过朝鲜那套治理和控制办法。于是曾庆红这次带着这两个人出来，就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画面。三个当年跟习近平上台脱不开关系的老人，现在一起跑出来替习近平谈怎么下台。别人当然要问一句，习近平是你们推上去的，今天搞成这样，为什么还是你们三个出来替他谈条件？过去曾庆红为什么厉害？江泽民那里他说得上话，红二代那里他能串联，保守派里面他能协调，出了事情他能把几拨人重新拢到一张桌子上。可现在完全反过来了，习近平他已经不信了，军队更不是他能说了算。贾庆林自己后院着火，张德江身上的旧账也被人往外翻。所以曾庆红这10天真正碰上的是他过去赖以谈判的那几张牌，一张一张没了。以前他能告诉习近平，我替你去跟元老谈，又能告诉元老，我回头让习近平让一步。今天两边都不听他了。所以跑了10天以后，曾庆红发现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习近平怎么退已经不是他说了算。而就在他一家一家谈条件的时候，温家宝那边根本没停，贾庆林这边蔡复朝已经进去，再往下还埋着一颗更大的雷。7月31日，国家电网原董事长辛保安被查，这一下事情就从你们还要不要替习近平说话开始往另外一层走了，保守派自己要不要一起交账？辛保安已经退休2年了，这个人一辈子基本都在电力系统，做过国家电网总经理、董事长，本科西安交大，硕士读的就是华北电力大学。国家电网是个什么体量？世界500强排第3，只排在沃尔玛和亚马逊后面，供电人口超过11亿，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动心保安就是把手伸进了这家公司的账本。墙外自媒体把辛保安这件事直接往李鹏家族身上接，原因也很简单，李鹏从电力系统起家，长期做过电力工业部领导，后来李小鹏、李小林也都长期扎在电力系统。到了李鹏家族这一代，电力早就不只是一个行业，而是一整张人事关系网。所以辛保安7月31日进去，墙外爆料给曾庆红这些保守派元老的解释非常狠，李鹏家族都保不住，你们谁觉得自己一定保得住？而且这件事情跟曾庆红这次在北戴河串联是直接撞在一起的。曾庆红在海边一家一家谈，习近平可以退，但是别再往下清了，福建帮别全抓，老秘书别全抓，红色家族这条线也得留一点余地。
温家宝根本不跟着曾庆红跑，他让李瑞环去北戴河。李瑞环见到曾庆红以后，传过去的话很简单，有意见可以回北京谈。紧接着就是这一句，温家宝已经做好入驻秦城的准备，随时欢迎保守派和他一起入驻。注意，不是你们要查我，我不怕进秦城，而是要进，大家一起进。这个话是说给曾庆红这一批保守派老人，你们不是担心清算往下走，最后会碰到红色家族吗？可以，那就不要只查习近平的人。温家宝自己也摆上桌，老婆孩子可以查，家族资产可以查，真查出问题需要进秦城，他自己先去。但同一把尺子也要亮曾庆红、贾庆林、张德江这些人。这个话温家宝有本钱说。2012年10月，《纽约时报》发长篇调查，说温家宝家族亲属控制的资产至少27亿美元。温家宝当时怎么反应？让2个律师对香港媒体发6点声明，逐条否认。同时，据南华早报报道，他自己主动要求中央对他家族的经济情况做内部调查。你们要查我家，我自己先递申请。14年前他就这么干过一次。所以今天这句先查我家，桌上的人都知道不是气话。这一下曾庆红最难谈的地方就出来了。他原来想谈的是大家都给自己留条后路，温家宝回的是我的后路我可以先不要，你们呢？而且温家宝把秦城2个字拿出来不是第一次，时间往回拉37年。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已经跟邓小平、李鹏这一派彻底翻脸。他最后一次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时候，站在赵紫阳身后的那个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赵紫阳拿着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后面的照片里温家宝就站在那里。后来赵紫阳被拿下，当时李鹏要求处理温家宝，最后是邓小平把温家宝留了下来。所以30多年以后，再到了今天，曾庆红拿什么跟温家宝谈？这就是曾庆红这10天越跑越被动的原因。更麻烦的是，改革派这边还有一个人，连清算到哪里停这个问题都懒得跟他谈。俞正声直接问曾庆红另外一件事，张又侠、刘振立到底在哪儿？这一下就从政治账变成人命账了。温家宝把秦城2个字扔出来以后，曾庆红已经很难谈了。这时候北戴河又出来一个人，钱七虎。今年到北戴河休假的专家里面，官媒专门点了他的名字。88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个老先生一辈子干的是什么？就是给解放军最核心的指挥中枢修地下工事，怎么扛住核弹，怎么扛住钻地弹，全是他的课题。也就是说，中共高层真出了大事往哪儿钻，那个地方扛不扛得住，全中国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么一个人，偏偏今年这个夏天被点名请到北戴河。为什么偏偏要看钱七虎？因为墙外自媒体马上把他和另外一个人接了起来，俞正声。俞正声当年就是哈军工出来的，墙外爆料甚至直接说钱七虎当年就是俞正声的老师。所以钱七虎这个名字在北戴河一出现，墙外马上把它解释成俞正声背后的哈军工、老军工、老军队，这条关系也在动。而俞正声跟曾庆红谈的跟温家宝又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俞正声更直接，他当面问曾庆红，从1月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你说2个人被立案，那人呢？为什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句话一下把曾庆红原来那套谈判给打断了。墙外爆料里，俞正声甚至反过来问曾庆红、贾庆林、张德江，如果今天失踪半年的是你们3个呢？如果你们家属在外面等了半年，连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应该先替你们问一句人在哪里，还是先替处理你们的人研究怎么平安退休？这一下就麻烦了，老军头会全部被惊动。军队里面已经有人按照出了人命来追问，如果真是这样，一旦变成人命账，就不是一句习近平退休能结掉的。
曾庆红就没法只谈退路了。现在没人跟他谈余地了。这也就是习近平这时候为什么突然把江泽民重新抬出来，就是把过去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保守派、红色家族、老干部重新拢回来。因为这一批人过去恰恰是曾庆红最能动员的人，可北戴河跑了10天以后，连曾庆红自己都拢不动了。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帮江峰点个赞，订阅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现在这盘棋曾庆红还能不能替习近平弹出一条退路？咱们下期见。